各位新老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，收看本期的节目。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跟我抱怨过同一件事，查出这血糖一高最难受的其实不是每天吃药，而是每当到了饭点，厨房里飘出那股刚出锅的热腾腾的米饭香，您坐在饭桌前，看着那晶莹剔透的白米饭，心里头直咽口水，但手里的筷子就是不敢往碗里伸。身边总有人在耳边念叨：哎呦，你血糖高，千万别吃白米饭了，吃一口血糖就得往上飙。弄得咱们很多老人家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苦行僧，天天啃窝窝头，吃水煮菜，饿得头昏眼花，两腿发软。但是不吃米饭，血糖就真的听话了吗？今天咱们不讲那些让人头疼的医学理论，咱们来听听不一样的声音。大家都知道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，像他这样跨越世纪的商界巨头，身边的私人医疗团队可以说是顶级的。但您知道吗？这些顶尖的私人医师从不建议把白米饭当成毒药一刀切。他们提出过一个颠覆常识的观点：血糖不稳，问题根本不在于这碗米，而在于您怎么煮以及怎么吃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会为您详细拆解富豪私人医生不外传的3招吃饭心法，以及盲目戒掉主食的3大致命误区。只要掌握了其中的诀窍，您不仅能把白米饭端回饭桌，吃得香甜，还能让血糖稳稳当当。我们先来聊聊咱们老一辈人对白米饭的感情。过去条件苦，谁家要是能顿顿吃上白米饭，那是好日子。大米里头藏着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脾胃记忆。可是现在生活好了，这碗用来养命的米，怎么就成了伤身的利器了呢？其实很多老人家走向了一个极端的误区。一查出指标不对，回家立刻把米缸封起来。刚开始几天指标好像是下来了一点，但紧接着麻烦就来了。您是不是发现，自从不吃主食以后，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稍微走2步路就觉得心慌气短，小腿肚发酸，这就是身体在向您抗议了。最高级的养生，从来不是和身体对着干，而是顺应自然。医师们早就发现，咱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最直接的营养来源就是碳水化合物。您强行把白米饭断了，就等于把身体的主干道给掐断了，营养跟不上，身体的免疫力就会像决堤的水一样垮掉。这哪里是在降糖，这简直是在掏空咱们的底子。那么私人医师的智慧到底在哪里？答案就在于驯服2个字。咱们把吃白饭比作烧火，普通的精白米就像是一把极干燥的细碎柴火，您把它扔进炉子里，轰的一声，火苗瞬间就窜到了房顶。这就好比咱们吃完一碗软烂的白饭，血糖在短时间内直线飙升。但是如果咱们懂得运用智慧，往这把干柴里添点粗木头，或者给这把柴稍微泼点冷水，改变它的结构，那么这火就不会一下子烧得那么猛，而是变成温火，慢慢的持久的散发热量。这样一来，您的肚子吃饱了，营养供上了，而血糖这条线也能像一条平静的小河，平稳的流淌，不急不躁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要问了，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把这把干柴变成粗木头呢？是煮饭的时候多加点水，还是得买什么昂贵的特供米？其实都不是。真正的方法不花您1分冤枉钱，秘密就藏在您家厨房的电饭煲里，以及一种叫做抗性淀粉的神奇变化中。在揭晓这个让白饭变降糖饭的第1招心法之前，我想请各位老朋友在评论区跟我唠唠嗑。您有多久没有踏踏实实的，不用提心吊胆的吃完1整碗白米饭了？接下来在第2章，咱们马上为您揭开厨房里的这个小秘密。刚才咱们留了个悬念，说到这普通的白米饭，不用买什么昂贵的特供米，
也不用花冤枉钱，只要在咱们自家的厨房里动点小手脚，就能把它从让血糖狂飙的干柴变成平稳滋养身体的出木头。很多朋友可能觉得那些身价千亿的富豪每天吃的肯定是山珍海味、珍宝美馔，但如果您有机会看一眼他们私下的餐桌，您会惊讶地发现，那上面往往只是一碗冒着热气的米饭，2道青菜，一小盘鱼。越是站在财富顶端的人，越懂得大道至简的道理。他们的私人医师团队深知，真正的养生密码就藏在每天都要经历的3餐之中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些顶级医师不外传的3招吃饭心法给您拆解开来，您今天晚上做饭马上就能用得上。招式1：煮饭加点料，给白米穿上防弹衣。咱们平时煮饭习惯了抓2把斤白米直接下锅，这种米经过层层打磨，口感确实细腻，但去掉了麸皮和胚芽，它就成了纯粹的碳水化合物，吃进肚子里瞬间就会被消化吸收，血糖自然也就跟着蹭蹭往上涨。私人医师的第1招就是粗细搭配。您在淘米的时候，不妨抓一小把燕麦糙米，或者提前泡好的黄豆、黑豆跟白米混在一起煮，这就好比给白米饭穿上了一层防弹衣。粗粮里富含膳食纤维，这些纤维就像是一道道海绵网，能把大米的糖分包裹起来。胃肠道在消化的时候，得先费劲地突破这层网，消化的速度一慢下来，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也就变成了涓涓细流。养生不是一刀切地做减法，而是充满智慧的做加法。饭里加把粗粮，也是给咱们的健康添块砖。您不用加太多，粗粮占到1/3，既不影响口感，又能把升糖的速度狠狠地往下压，吃着有嚼劲，肚子里觉得踏实，血糖仪上的数字也漂亮了。招式2：熟饭放一放，唤醒神奇的抗性淀粉。这第2招听起来有点反常识，咱们老一辈人总觉得饭得趁热吃，但在平稳血糖这件事上，稍微晾一晾反而有奇效。医学界有一个词叫抗性淀粉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米煮熟之后，如果您别急着盛出来，而是让它在室温下放凉，或者干脆放进冰箱冷藏一段时间，大米里面的淀粉结构就会悄悄发生改变，它会变得抗拒被消化。当您再把这碗放凉的米饭重新加热来吃的时候，这种改变后的淀粉在咱们肠胃里就像个硬骨头，消化酶很难快速把它分解掉。它不仅不会让血糖立刻飙升，还能一直顺着肠道往下走，变成肠道有益菌的口粮，顺带还能帮您改善便秘。您看，同一锅米，只是让它稍微冷一冷，性质就完全不同了。这不正是老祖宗说的物极必反、阴阳调和的智慧吗？不急不躁，稍微等一等，不仅是做人的道理，也是吃饭的哲学。招式3：吃饭讲顺序，蔬菜铺底，肉护航。米饭煮好了，端上了桌，这怎么吃？同样大有学问。咱们很多老人家吃饭习惯端起碗，先扒拉2口大白饭，觉得这样才香，然后再去夹菜。在顶级私人医师看来，这个顺序恰恰是反过来的。如果您想让血糖稳如泰山，请务必记住这个顺序：先吃菜，再吃肉，最后吃米饭。吃饭就像排兵布阵，先用蔬菜打先锋，再吃鱼肉稳中军，最后白饭压阵脚，这高血糖自然就溃不成军了。先把一盘富含纤维的绿叶菜吃下肚，这就好比在您的胃壁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绿色隔离网。接着吃几口鱼肉、豆腐或者瘦肉，补充优质蛋白质。等到胃里已经有了一半的底子，最后再去吃那碗粗细搭配的米饭。这时候米饭遇到的是已经被蔬菜纤维重重包裹的胃肠道，它再想兴风作浪
也没有那个条件了。而且前面菜和肉已经占了肚子，您自然也就不会觉得饿，米饭的量不知不觉就控制下来了，完全不用靠毅力去挨饿。您看，加点粗粮、放凉、重热、调整顺序，这3招吃饭心法，没有哪一招需要您花大价钱去买保健品，全都是老百姓厨房里伸手就来的小动作。只要您把这3个细节做到位，白米饭就再也不是您的敌人，而是为您提供晚年活力最好的朋友。不过，身体的健康仅仅靠吃对饭就够了吗？中医里讲，气大伤肝，思虑伤脾。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明明这顿饭吃得很注意，但只要跟老伴儿吵了一架，或者操心儿女的事情生了场闷气，一测血糖照样高得吓人。李嘉诚先生能保持一辈子的头脑清明和身体硬朗，除了私人医师的饮食指导，更重要的是他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心境。在接下来的第3章，我们将放下饭碗，聊一聊比米饭更厉害的隐形升糖杀手——情绪。我们要看看为什么说心宽的人血糖更听话。今天这顿晚饭，您打算先试试刚才说的哪一招呢？前面咱们聊了厨房里的烟火气，拆解了怎么用加粗粮、放凉重热和调整进食顺序这3招，来降服那碗让人又爱又恨的白米饭。但是很多老朋友在实际生活中，可能都遇到过一个让人特别纳闷甚至委屈的情况。明明这几天自己非常听话，严格按照粗细搭配的比例来煮饭，一口甜的都没敢碰，怎么早上起来一测血糖，那数字还是高的吓人。这时候咱们很多老人家往往会陷入深深的自责，觉得是不是昨天多吃了一口菜，或者哪一步没做好。其实您大可不必这样自责，因为在这个时候导致血糖飙升的罪魁祸首，往往根本不在您的饭碗里，而在您的心里。除了吃进嘴里的碳水化合物，咱们身体里还藏着一个更为隐蔽也更为凶猛的隐形升糖杀手，那就是咱们的情绪。中医里有一句老话叫气大伤肝，思虑伤脾。西方现代医学对这个问题也有着极其相似的发现。您可能不知道，当咱们遇到烦心事，无论是生气、着急、焦虑，还是心里头挂念着儿女的事情，整夜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咱们的身体是会拉响警报的。一旦警报拉响，身体为了应对这种紧张状态，就会大量分泌一种叫做压力激素的东西，比如皮质醇和肾上腺素。这压力激素一出来，立刻就会向咱们的肝脏下达一道死命令，赶紧把仓库里储存的糖分全部释放到血液里去，准备打仗。您想啊，您这边为了控糖，连一口米饭都要精打细算，可您只要生一场气，发一顿火，或者为了一个指标担惊受怕，您的肝脏就会像个开了闸的水库一样，源源不断地往血液里倒糖。这血糖能不飙升吗？人稳了，血糖就稳了，气顺了，这日子也就顺了。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李嘉诚先生这样的商界传奇。很多人总觉得首富之所以到了晚年依然头脑清明、身子骨硬朗，全是因为身边有顶级的医疗团队，吃得好，用得贵。其实如果您去翻看他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，您会发现他身上最显著的一个特质，并不是吃穿用度，而是4个字：平静如水。无论是在早年创业时的艰难求生，还是在面对震惊世界的金融风暴，亦或是遭遇生意场上的巨大危机，他身边的医疗团队和亲人们极少看到他大发雷霆，或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遇到再难的坎，他总是能稳住心神，不急不徐。这种不急不躁、顺应自然的处世哲学，其实就是最高级的养生。顶级私人医师深知，如果一个人的心境是一片狂风巨浪，那么再好的饮食配方，
再昂贵的医疗设备，都压不住他体内紊乱的激素。咱们很多老人家操劳了一辈子，为家里人遮风挡雨，到了晚年，这颗心却依然是悬在半空中的。今天操心儿子的工作顺不顺利，明天担忧孙子的学习好不好，老伴儿做错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能跟着身上3天的闷气。更普遍的是，自从查出指标偏高之后，每天把自己绑在血糖仪上，数字高了一点就心惊肉跳，连着几天唉声叹气。这种持续的健康焦虑，恰恰是把您推向不健康深渊的最大推手。您越是死死盯着他，他越是像个调皮的孩子一样跟您对着干。别把身体当成一台天天报错的机器，把它当成一个老伙计，多宽容，多和解，他才愿意陪您走得更远。所以，私人医师给出的最高级的一招心法，不是吃什么药，而是放下。放下对那些改变不了的事情的执念，放下对身体偶尔波动的恐慌。咱们吃饭的时候，就安安心心、踏踏实实的享受这顿饭的香甜，别总在心里盘算这口肉会长多少指标。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就把手机关掉，把儿孙们的烦心事都挡在卧室门外，告诉自己天大的事明天再说。当您的心境变得像秋天的湖水一样平静，当您不再每天和自己的身体较劲，您会神奇地发现，不仅睡眠好了，脾气顺了，连带着那原本上蹿下跳的血糖也变得服服帖帖、安安分分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说养生必须先养心，心宽1寸，病退1丈。不过，咱们话又说回来，既然心宽这么重要，是不是意味着咱们就可以彻底放飞自我，什么都不管了？有些老朋友一听放下焦虑，干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为了省事或者怕麻烦，干脆一狠心，彻底把米饭戒掉，天天光吃菜。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也正在这么干，那接下来的第4章内容，请您务必仔细看，因为这种看似对自己狠一点的做法，其实踩中了完全戒掉主食的3大致命误区，不仅控不住糖，反而会把身体彻底拖垮。咱们前头说了，养生要心宽，但这绝不代表着您可以随心所欲，更不代表着您可以盲目的去挑战身体的底线。在临床营养咨询中，医生们经常遇到一种特别让人揪心的患者，他们为了把血糖指标降下去，真可谓是豁出去了。回家就把米缸封得严严实实，1日3餐只敢吃水煮菜和白灼肉，甚至连一点点碳水都不敢碰。他们觉得，只要我不吃米，这血糖总该降下来了吧？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也正在这么干，那我必须得给您泼盆冷水。这种看似对自己狠一点的做法，其实不仅不是养生，反而是在给身体挖坑。私人医师团队总结了完全戒掉主食的3大致命误区，咱们一个一个来看。误区1，丢了肌肉就丢了血糖的防火墙。很多人觉得控糖就是要把糖分阻挡在门外，少吃一口是一口。但您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，咱们身体里有一座天然的燃糖工厂，那就是肌肉。碳水化合物虽然是血糖的来源，但它也是供养肌肉最直接的能量。如果您长期拒绝主食，身体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命运转，就会开始拆东墙补西墙，直接分解咱们宝贵的肌肉组织来转化成能量。您试想一下，当您的肌肉量越来越少，代谢水平就会断崖式下跌。肌肉萎缩后，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会变得极差。这就像是把自家大院的围墙拆了，血糖反而更容易在血液里横冲直撞。结果往往是指标没降多少，人却走不动道了，稍微动一下就心慌腿软没力气。这哪里是在降糖，这简直是在拆掉您身体里那道最稳固的防线。误区2，饿坏了大脑，丢了精气神。
您有没有发现，那些长期低迷不进的朋友，往往脸色暗淡，反应迟钝，甚至连说话都觉得没劲儿？这是因为大脑是人体最挑食的器官，它的主要能量来源就是葡萄糖。当您强行戒掉碳水，大脑就会处于供电不足的状态。长期如此，不仅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、记忆力下降，严重的还会诱发抑郁情绪。诗人医师常说，养生的最高目标是让生命有质量的延续，而不是把人变成一个只看指标的躯壳。如果为了血糖平稳而把人饿得萎靡不振、愁容满面，那这平稳的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真正的健康应该是让您吃得香甜、走得稳健，而不是过着那种每天连碗饭都不敢吃的苦行僧生活。误区3：情绪反弹导致血糖报复性飙升。咱们在前面聊过情绪对血糖的影响，这里还要再强调一次，那种长期压抑食欲的戒糖疗法，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强制手段。人的本能是有反弹性的，如果您长期强迫自己不吃米饭，内心深处其实一直处于一种被剥夺的痛苦中。当这种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诱因，都有可能引发彻底的报复性暴食。您可能见过这种情况，坚持了1个月的苦行僧生活，指标看着不错，结果某天实在受不了了，面对1碗饭彻底破防，不仅吃了1碗，甚至把整锅都吃了。这种报复性的进食会让血糖像过山车一样瞬间冲上顶峰，对血管的损伤比您每天规律吃那半碗米饭要严重得多。真正的自律不是强行克制，而是学会和欲望做朋友，别让您的身体在忍饥挨饿中展下对血糖更猛烈的报复。这3个误区在咱们中老年群体中非常普遍，很多老人家就是因为听信了传言，把自己给饿坏了，最后反而导致身体功能全面衰退。其实控制血糖最好的方式不是拒绝主食，而是学会选择。就像之前教您的，把精白米换成更有韧性的粗粮，把进食顺序调整一下，配合平和的心境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到了这一步，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会担心，说了这么多，那对于我这种具体的情况，到底该怎么把这些心法串起来，真正过上舒心的日子呢？别着急，在最后一章，咱们不仅会给您一个极简的每日行动清单，还会聊聊如何把这种好好吃饭的习惯，变成您晚年生活中最安稳的福气。您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吃哪种食物血糖会突然升高吗？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让您觉得特别难坚持的事情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咱们在第5章一并解决。咱们用前面4章的篇幅，把这碗白米饭里头的学问，从厨房里的煮饭技巧，一直聊到了咱们心里的情绪起伏，也带大家看清了那些盲目戒掉主食的吓人误区。今天这最后一章，咱们不讲具体的招式了，咱们来聊聊心法的最精髓，怎么把这日复一日的一日3餐，变成咱们晚年最高级的修行。很多老朋友自从查出指标偏高，就把生活过成了一场战争，每天拿着放大镜算计卡路里，盯着血糖仪上的数字唉声叹气。其实咱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真正长寿通透的智者，比如李嘉诚先生身边的那些老友们，他们的晚年生活绝对不是苦行僧式的自我折磨，而是一种充满烟火气的和解。最高级的养生是顺应自然，是吃得下、睡得着、笑得出来。如果为了一个原本可以控制的数字，把每天吃饭的乐趣都彻底剥夺了，连一口热乎的白米饭都不敢咽，那咱们辛辛苦苦操劳了一辈子，到了这晚年图的又是什么呢？所以诗人医师团队传达的最核心理念，就是别把食物当敌人，
要学会用智慧去驯服它们。为了让您在日常生活中能把咱们前面讲的这些智慧都用上，我特意把那3招心法和避开误区的要领总结成了4句大白话的顺口溜。您不妨拿笔记一下，或者跟着我多念几遍：白米加粗穿铠甲，放凉重热升堂慢，菜肉垫底饭压轴，心宽气顺福气长。您看多简单。第一句白米加粗穿铠甲，就是提醒您煮饭抓把粗粮。第二句放凉重热升堂慢，就是巧妙利用抗性淀粉。第三句菜肉垫底饭压轴，说的就是吃饭的顺序，先吃菜肉再吃米。最后这句心宽气顺福气长是最关键的，放平心态，别为了指标天天生闷气。把这4句话刻在脑子里，哪怕您以后去亲戚家串门或者下馆子，照样能吃得舒坦，控得平稳。健康不是要求我们活得毫无瑕疵，而是懂得在身体的限制里找到最舒服的活法。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，吃的是几千年的五谷滋养，也是咱们老百姓踏踏实实的晚年福气。今天这期视频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。如果您觉得这期内容解开了您心里的疙瘩，或者让您对以后的饮食有了底气，请您做一件小事，把嘉诚养生道的这个视频转发给您家族群里的老伙计们，或者发给身边同样不敢吃米饭的朋友，告诉他们饭是可以吃的，日子是可以过得有滋有味的。另外，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厨房里的小智慧，您今天晚上打算怎么煮这锅饭呢？是打算加点燕麦，还是放把黑豆？欢迎您在评论区里留言，跟我唠唠您的打算。我会在评论区里陪着大家。这里是嘉诚养生道，祝您吃得香，睡得好，身体硬朗。咱们下期再见。